两个现在在一起3年多了，现在在想刚见面的时候的事情，我还是觉得好害羞。Ni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贾，我是淘淘。今天呢，聊一个我们之前都没有详细讲过的话题，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。就先从我们，就是很多人其实大家都还在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我觉得之前讲的可能不够详细，其实就是，现在再重新讲一遍，就是我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，然后一开始呢就是浅浅的聊了，然后差不多1个多月，然后就你跟那个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忘记，然后浅浅的聊了1个多月，然后他觉得我太幼稚了，然后我们2个就分开了，但是之后呢，在我不停的纠缠之下呢，我觉得你怎么样不是应该我来说吗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他觉得我跟所有人都是那样子说话的，就感觉我是他的一条鱼，给我的个人感觉是，但是我不想做这种，就是像别人的鱼一样，就但是我是不会钓鱼的。一开始是这样子的，2个人就是开始暧昧，但是还没有确定关系，然后每天都会跟他说我在学校里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然后每天都很想他，怎么样的，然后就每天报备。对的，然后到了19年的12月4号呢，我们就确定了在一起。之后就是，长达了好长一段时间的，就是网恋。我在学校里，我同学都说我真的太过了，就是我早上吃什么拍给他，中午吃什么拍给他，然后只要吃饭都拍给他。因为我在跟他暧昧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还没有确定关系，我如果一直不停的给他发，感觉又有一点点太掉价了，然后。如果说，然后我就有问了，他说，然后就很不要脸，就说，那你做我老公好不好？然后就12月4号就确认关系了，然后我们大概网恋了1个月吧。对，然后就见面了，就去宁波找他了。第一次见面好像是跨年。对，就是跨年的时候，就是确认关系了1个月都没到，然后我就是兴致冲冲的就直接冲去宁波了，就元旦假期就直接去宁波了，坐着小动车。然后见到他的那天没有，你在车上的，就是你还记得我那天吃的什么吗？不是，你在车上的，就是见到我之前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很紧张，就是一个是紧张，就是怕你不喜欢我，还有个紧张就是怕你跟我想象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他那天是吃了老北京鸡肉卷。然后就是我那天早上出发的嘛，然后我本来想着那天是不吃东西的，然后真的太饿了，然后经过动车站的 KFC 就买了一个老北京鸡肉卷，没想到那个大葱味儿这么重啊！对，今天的时候就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大葱味，这个真的很搞笑。然后我在酒店呢，就是一直在整理自己的短发，那时候是短发，对，是短寸那种短头发，很清爽。然后他还给我准备了水果，虽然我因为害羞，我基本上都没有吃。就是我见到他那天，你还记得我穿的啥吗？喵里面啥？格子。对，那天还蛮冷的，然后穿了很多衣服。然后我们那天先见到他在酒店，然后我们俩见面了之后，然后就是抱了一下，然后亲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，然后就吃日料。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就是很紧张，就是那种。不是料吧？就是烤肉那种，然后在亚细亚楼上来5楼还是4楼，反正就是那家烤肉不是很好吃，我也觉得不是很好吃。但是我那天真的因为紧张，就是啥也没吃进去，然后真的，然后那天见面的时候，其实第一眼就是很奇妙的感觉，就是想跟他一直待在一起。干嘛？翻什么白眼？然后我的话就是一直给他塞车厘子。就是他有准备水果，然后我缓解紧张的方式就是一直不停的抖，然后就是害羞，然后他缓解紧张的方式就是把他准备的水果一直塞给我让我吃，然后大概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就抱在一起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们2个现在在一起3年多了，现在在想刚见面的时候的事情，我还是觉得好害羞。就是在床上就抱在一起了，然后接着就是一股大葱了。然后我问他你是不是吃了，然后我说我吃了老北京鸡肉卷，然后他就说我是老北京鸡肉卷味儿的。然后我们去看，然后我们就是第2天我们去看了电影，然后他就戴着那个3D 眼镜一直在偷瞄我，不知道在瞄什么东西。那肯定会啊，反正一场电影进去就啥也没看进去，然后就一直在看边上的人，就是我这样。
就在看，就是这样，他坐在我左边，然后我发现他在瞄我，我又转过头来去看他，就两个人都就是根本就不知道电影在放什么，一直在互相打探。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读高中，其实假期没有多久，然后见面没多久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见面会紧张的原因有很多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，在逃之前我也是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就是也是异地恋，然后我是跟他见面了之后呢，然后见完面回去的路上他就跟我提的分手，然后我就很怕又是这样子的事情重新发生，但是还好没有发生。我紧张的其实就是怕他不喜欢我。我紧张原因就是可能有点社恐吧。对，陶是真的见面，基本上出门玩，如果是没有见过面的朋友，他基本上都不会跟我一起出门。他第一次见到我妈妈的，就是我妈妈第一次来我们俩的家的时候，他就躲在房间里都不出来，过了好久好久才出来。然后他说他来做饭嘛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奇我们俩在一起的点可能很多，可能会想象我们在一起是有多么的，就是像小说一样怎么样的。其实并没有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是很普通的，先从朋友介绍认识，然后网恋，然后奔现，然后一步步的，然后在一起，然后一步步的走到现在的，就是很平常、很普通的一对小情侣而已。但是我们从认识到确定关系大概有1年吧。对，就是我们其实18年就认识了，然后中途在不停的掰扯。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在抗拒，就是我是很想要跟他谈恋爱，但是他一直在害怕，就是说我们两个关系可能长久不了，他就不想要开始了。因为我觉得你就光聊，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？但是我不是很了解当时什么想法，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说不轻易的开始，他那时候跟我说他有情感障碍，他不能轻易的谈恋爱，会对我造成伤害。单向嘛。对啊，他可会说了，理由一大堆。我那个时候就是说，就一直在拒绝。我那时候就说，你不要拿这种理由来搪塞我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直接跟我说不喜欢我，不要说是因为怎样。然后他就是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，最后就跟我在一起了。也是因为喜欢所以在一起。如果我不喜欢的，别人跟我说一句话，我会觉得很烦。就是不要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。想呀，还不是被我拿下。就是我们打算多出一点像这样子的面对面 talk 的环节，因为太久了，我们都在一起太久了。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内容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从何开始，就先从最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像陶说的，我们就从最开始的来讲。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他的表达欲，也不是表达欲，就是很讲话都是这种很碎片化的，所以需要我来帮他整理一下。这也可能是你社恐的原因，镜头恐惧症。所以大家其实看到经常都是我在讲话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他讲了一半，不是我要抢他的话，是我在帮他组织语言，我是你的外置大脑在帮你讲话。大姐说什么？都说了让大家给我们提建议啊。如果大家还想看一些什么内容的话，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，因为事情真的很多很多。是的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大家拜拜。This is